8具被挖掘出来的残缺的尸体，案发现场冰箱里残留的被煮熟的人体组织，以假乱真的警员证，一把红色的大铁锤、砍刀、手铐等凶手的作案工具。这就是韩国头号连环杀人犯的犯案证据。凶手的名字叫刘永哲，一个连续杀害19人的穷凶之徒。他究竟有多残忍呢？我们从他的作案手法上来一起看一下。他先将被害人的用锤子砸死，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割开腿部的血管放血，等血流干之后，再用砍刀和锯子分尸，留下一部分人体组织自己食用，剩下的装进垃圾袋埋到抛尸地点。被捕后的刘永哲对被害人的家属没有表示一丝歉意，甚至还在法庭上扬言说，如果自己不是被抓了，一定会杀够100人。这个狂妄至极的人是如何成为一个连环杀人犯的？他身上又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韩国单人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背后的故事。刘永哲于1970年4月18日出生在韩国的全罗北道高昌郡一个贫苦家庭中，他还有个哥哥，名叫柳世平。刘永哲在1岁的时候跟随父母来到了首尔，搬来大城市的一家人，也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母亲在城乡结合部打一些零工，父亲则做一些体力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经常处于吃不上饭的状态。两兄弟也经常吃了上顿找不到下顿，他们的父亲还有酗酒和赌博的习惯，经常跟母亲吵架。在这样贫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刘永哲，对物质和金钱有着强烈的执念。他羡慕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买到自己喜欢的玩具，他恨命运对他的不公，他恨自己的贫穷。这样的心态让他从小就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这让他成为了少管所的常客。刘永哲有一次在偷同学钱时被当场抓获，这次事件差点让刘永哲被学校劝退。由于心思都没用到学习上，他的成绩也排在全班倒数，这让他和班上其他问题少年打成一片，成为了朋友。后来的日子里，他学会了抢劫，学会了诈骗，唯一能算得上他朋友的人就是他的哥哥。他跟哥哥的关系还不错，有什么心事也会跟哥哥吐槽。读完高中的刘永哲没有考上大学，他找了一份下水道清洁的工作，工作了没多长时间，他的父亲就因为癫痫过世了。这个病具有遗传性，父亲的过世在刘永哲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霾。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像父亲一样早逝，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让原本就不爱交际的刘永哲向着深渊更加迈进了一步。1990年4月，刘永哲和一位按摩女郎结了婚，并且在之后有了一个儿子。结婚生子的刘永哲并没有收敛自己的习性，他依然过着坑蒙拐骗的生活。监牢也像刘永哲的另一个家一般，他时不时的就会住进去一趟。1994年，刘永哲的哥哥柳世平也因为癫痫病去世了，这次对刘永哲的打击更大。虽然他没有犯过癫痫，但哥哥的死亡让他确信了自己也有癫痫，而且指不定哪一天就能要了自己的命，更加深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也开始了胡思乱想，精神变得异常。1995年，刘永哲被送进精神病院中接受精神病治疗，他在精神病院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就出院了。出院后的刘永哲在一次偷窃的过程中被捕，他在狱中看到了韩国郑斗英连环杀人案事件的报道。郑斗英也是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连环杀人犯。刘永哲看到了他的报道之后，就把他视为偶像，并产生了在杀人这方面要超越他的想法。刘永哲的妻子朴明珍提出了离婚，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一直生活在刘永哲这个惯犯身边。刘永哲对此非常愤怒，他把妻子离开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太穷，并且他把妻子贬低为只会出卖肉体的下贱之辈。2003年9月11日，刘永哲独自走出监狱，没有人迎接他，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的母亲也在他入狱期间去世了。这时的刘永哲就像一根独自生存在水底的水草，这种无力感让他前所未有的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心中充满了对富人阶层和应召女郎的仇恨，他决定要向这2类人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他在江南区新四栋找了一个住处，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江南区是韩国富人聚集区，在这里方便自己选目标和踩点。2003年9月24日，出狱后的第13天，他犯下了第1起案件。这次他的目标是时年73岁的李绵华及其68岁的夫人李正玉。他伪装成了检修工人，偷偷潜入到李绵华的家。
他用锤子从背后袭击了李明华，之后又用锤子杀死了李正玉。2003年10月9日下午3点到4点，刘永哲伪装成了推销人员，进入了中路区就机动，将85岁江恩英女士和她年近60岁的儿媳李秀锦以及35岁的外孙高明俊通通砸死。原本这天高明俊本不该在家的，但他今天恰巧生病请假了，最终殒命在刘永哲手里。2003年10月16日，上一起案件发生1周后，刘永哲再次作案。这天早上9点到10点，刘永哲假装自己是送信工人，进入了江南区3城栋军需企业总经理71岁的崔成浩家中，将他和其69岁的妻子李英恩以及佣人李某全部砸死。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将案发现场伪装成抢劫杀人的模样，之后便逃走了。连续出现手法相同的杀人案件，也引起了首尔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决定将这3起案件合并侦破，但是警方还没有追查到刘永哲的真实身份，这也让刘永哲继续犯下其他案件。2003年11月18日，上次杀人后1个多月，刘永哲在晚上10点到12点时，从排水管道闯入了中路区惠民洞的独栋住宅，将87岁的主人金慧兰、53岁的佣人裴成元以及35岁的李素妍3人全部砸死。以上这些被害的人均是在韩国有钱有权的人，他们的被害在江南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江南区的居民也向警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督促他们尽快侦破此案。11月18日，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闭路电视的画面，他们找到了刘永哲模糊照片，并将照片发布出去，对他进行了通缉。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通缉的原因，还是因为刘永哲再次恋爱的原因，从上次案件之后，刘永哲就一直保持低调了。这次刘永哲交往的对象是一名按摩师，名叫吴延秀。刘永哲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关爱，吴延秀给了他，这让刘永哲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他决定重新开始生活，他搬出了江南区的房子，偶尔还会跟女友一起去画画。虽然学历不高，但刘永哲在画画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刘永哲可能也不会犯下接下来的案件了。但是命运偏偏喜欢跟他开玩笑。当刘永哲跟女友求婚时，女友却选择了拒绝他，理由是刘永哲有癫痫和精神病史，而且刘永哲有身体缺陷，他无法完成交欢。女友的拒绝让刚燃起生活希望的刘永哲再次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当中，2次都被同一类应召女郎拒绝，让他产生了对这个职业女人的无比愤恨。他再次决定向这类人复仇，首尔的腥风血雨再次下了起来。刘永哲本想将自己的前妻和现女友杀掉，但是前妻还有他的孩子，他最终没能下手。找到自己的女友吴延秀的时候，才发现吴延秀和家里人已经消失无影无踪了。他便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到其他人身上。这一次，他进行了更加详细的作案计划，好给自己画了一个警员证件。2004年2月26，他拨通了应召女郎郑志兰的电话，对方跟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方便上门。刘永哲对他说自己去找他也行，郑志兰答应了。于是刘永哲来到了郑志兰的家中，在与郑志兰发生关系后，将郑志兰杀死。由于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体液，刘永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郑志兰的家点燃。2周之后，2004年3月11日，刘永哲打电话给朴成美，要他上门服务。刚进入刘永哲家中的朴成美就被砸死了。之后，他将尸体吊挂起来，开始放血。之后将尸体肢解，他还留出了一部分尸块，放到了自己家里的冰箱，用于食用。2004年3月24日，刘永哲打电话给李恩新，约他在街上见面。见面之后，他用自己的警察假证件和手铐将李恩新胁迫到自己的家中，把李恩新杀死，然后再以相同的手法把李恩新肢解抛尸。刘永哲抛尸的地点是凤鸣寺的后山上，每次抛尸都是打车去。有的司机好奇他的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说自己是个屠夫，这是给人做好的牛羊肉。刘永哲连续成功犯案，除了部分运气之外，还要归功于他的反侦查意识。他将受害者身上清理得很干净，不会留下物理证据。为了消除手铐留下的痕迹，他会将受害者的手腕砍下焚烧，抛尸用的塑料袋也会被他焚烧。之后在2004年4月6日、4月18日、5月3日、5月10日、5月26日，他又用相同的手法杀害了5名受害者。
刘永哲的被抓是因为他在同一家按摩院连续点了3个人。按摩院的老板在前2个人失踪之后就起了怀疑。当刘永哲第3次打电话约人的时候，按摩院的老板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警方。第3次交易时，警方见刘永哲抓捕。当警方问到认不认识前2名应召女郎时，刘永哲直接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审讯过程中，刘永哲突然口吐白沫倒地，警方以为是癫痫发作了，他们给刘永哲松了绑，没想到刘永哲是装的，他趁警方不注意时突然发难，然后迅速趁着夜色逃离出去。不过他没逃多长时间，12个小时后，7月16日上午8点半左右，刘永哲在首尔车站再次被逮捕。首尔警察局长在7月18日召开了紧急记者招待会，宣布警方成功破获了韩国史上头号连环杀人案。这一消息迅速引爆了媒体，警方带着刘永哲去指认案发现场和尸体。最终他们在凤鸣寺后山上找到了8具尸体，在刘永哲家里找到他作案时的凶器。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形成了，刘永哲也交代了具体的案件信息，也承认了他杀人食肉的事实。具体的杀人数字，刘永哲说他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刘永哲在1年之内连续杀害了19人。2004年12月13日，经过了5个月的审判，首尔高级法院宣判杀害19人的刘永哲死刑。虽然刘永哲被判了死刑，但是韩国的死刑已经处于半废弃状态，具体什么时候给他执行死刑还是个未知数。直到现在，刘永哲依旧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刘永哲是个悲剧人物，他的遭遇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有太多的人和刘永哲在他小时候的那个年代过着同样的生活。但刘永哲又是特殊的，他不甘心向自己的命运屈服，却又没有勇气去进行对命运的改变。他任由自己内心的仇恨无限膨胀，最终犯下滔天大罪。生活中得不到关爱的刘永哲最终成为了一个恶魔。而他刚开始作案时没有食人的习惯，到后来又有了这种习惯，很可能是因为他对死亡的恐惧的另一种依托。刘永哲的故事后也成了电影《追击者》的范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的案件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在留言区发表自己对本案的看法。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赞转发支持，下期见。